长空市的警官们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，但我们却又让灰蛇给逃走了。嗨，别不好意思，你们可是在尽力抓捕一个让他们束手无策的罪犯呢。特斯拉博士说的没错，而且关于灰蛇化零为整的能力，你们是吃了情报不足的亏，严格来说应该算我们的责任。博士，请别这么说。根据你们的描述和现场残留的灰蛇碎片来看，那家伙能将自己分裂成数个乃至数十个碎块，而且这些碎块都可以作为单独的模块休眠待机。但只要接收到核心组件释放的信号，它们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苏醒和聚合，重新组成灰蛇这一整体。以过往灰蛇机体的规格来说，想做到这种事并无可能。这反过来说明长空市的灰蛇对自身进行了相当激进且重度的改造。哼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还挺了不起。为了变得更像人类？不，这怎么看都是更加远离人类了吧？不过，咱们这位改造狂魔的大变活人，也不是天衣无缝、毫无破绽的。这是我和鸡窝头根据它那些异体的性能构建的模型，计算结果表明，灰蛇每使用一次它的复活把戏，都会类似热插拔一样，对这些异体造成相当的损耗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对于灰蛇来说，也不是什么想用就用的诡计。可是之前它在我们面前重新聚合之后，不是马上就活蹦乱跳的逃走了吗？似乎没看出来这种损耗对它有什么影响啊。损耗对灰蛇短时间内的行动力影响很小，但势必会妨碍它长时间、高功率地运用自己的机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些异体的耐力指标会大幅度下降。怎么样，看出这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了吗？下次找到灰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追上它，毕竟它会越跑越慢。不愧是冒失鬼苏莎娜的想法，完全不对。对不起。我想，灰蛇自己肯定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才会在逃亡的途中想办法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一番检修。或许不只是检修，灰蛇盗取了星城医药珍贵的拟真异体，获得了改造自身的最后一块拼图。他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待在长空市了。此刻他最希望的应该是立即离开这座城市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他的自我改造。但是以灰蛇现在的机体状态，他又没有自信能够长时间活动。对他来说，想要逃离长空市，首要条件就是确保自身万无一失。也就是说，灰蛇为了修好自己，又会去抢夺新的零件。哎呀，你这小脑袋瓜怎么就不能转个弯呢？鸡窝头不是刚说过吗？灰蛇的手头已经集齐了改造自身的所有部件。两位博士是说，灰蛇可能会在长空室内的某处直接完成对自己的改造。我也明白了，灰蛇的最终目的是改造自己，眼下又必须想办法修复自己，那不如一举两得，直接就整个换新。哎呀，总算说到点子上了。即使灰蛇已经将自己高度模块化，想要完成全身组件的更替也需要时间、场所和设备。而这就意味着，灰蛇在长空室一定有一个隐秘的据点，它现在很可能就蛰伏在那里。可我们要怎么找到这个隐秘的据点呢？时间一长，它完成了改头换面，我们就很难发现了。放心吧，你也不看看负责情报支援的是谁。我们已经将长空室内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区域一一列举出来，交给你们的向导去查了。小空吗？凭他的本事，相信很快就能带来些好消息了。哦，说来就来了。希尔姐姐、苏珊娜小姐，还有2位博士，正好你们都在。找到了吗，空？我在长空室的熟人稍早一些的时候，目击到了穿黑衣戴面具的人在旧城区出入。我把坐标发给你们。这是
希儿，和我们之前汇合的地方靠得很近啊，离安全屋也不远。应该是被海水淹没的那部分城区。可是这样的场所，真的能用来栖身吗？那里还能居住的空间，其实比看上去要多。比如楼宇的高层，还有一些建造的非常密闭的仓库，都还没有进水。常有一些无家可归或者离群索居的人在这些地方安家。其实提供这条灰蛇目击情报的人，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实地探查一下吧，可别让那个狡猾的家伙又跑了。出发吧。和我一起战斗吧！是。这附近全是被灰蛇操控的机甲，比城里的其他地方都要密集，一定没错。它就藏在附近的某个地方。我们的约定。是啊，离目击情报的坐标已经很近了，不知道接下来灰蛇还会祭出哪些手段，我们多加小心，慎重前进吧。怎么了，希儿？是陷阱吗？不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哪儿？你在让我看什么地方呀，希儿？又消失了。没什么，应该是我看错了，抱歉，苏珊娜。苏珊娜，希儿，小心！喂，这些是什么呀？机械、人类，还是灰蛇的秘密武器？不管是什么，他们朝我们靠过来了。不对，他们是理形之种。为什么那个女人的手下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希儿，哼，都怪你昨晚提谁不好，偏偏要提这个麻烦的女人。这下倒好，她的奇怪小弟还真冒出来了。可是，根据布罗尼亚姐姐他们的说法，雨兔甚至应该已经不在地球上了。难道我们现在不在地球上吗？怎么办呢，希儿？这些家伙看起来很危险。希儿，苏珊娜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，我们先击退这些理形之种吧。没办法，速战速决吧。呀，拜托了，另一个我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这种奇怪的感觉是，拥抱你的力量吧，希儿。对不住了，尽情舞蹈吧，在音乐停歇之前。总算是都解决了。是啊，但那些家伙与其说是被我们消灭了，倒不如说是打到一半后自己消失了。你也有这种感觉吗，希儿？本来我以为你可以游刃有余地完成这次的任务，但既然雨兔和这起事件拥有某种关联，那事情可就变得复杂了。你认为他会是灰蛇的同伙吗？毕竟他们都曾经是世界蛇的干部，或许是他在暗中帮助灰蛇进行自我改造。
很难说。那个女人我行我素的程度，让我很怀疑她会仅仅为了旧日的同伴而行动。如果不是让她自己感兴趣的计划，她应该不会参与。很难想象区区灰蛇，而且是众多灰蛇中的一个个体的愿望，就会让她产生协助对方的兴趣。或许他们还有某种更大的计划，而灰蛇的改造只是这个计划的前奏。我说，要不你还是和苏莎娜回去一趟，先把状况跟那2个博士汇报一下。这事情有点邪门，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应该说是莫名的烦躁。希儿，他是在担心我们吧？希儿，我明白你的担忧，但我们离任务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如果现在折返，很有可能会前功尽弃。而且，如果雨兔确实和这次的事件有某种关联，将这种关联调查清楚，也是我和苏莎娜的职责所在。算了，我也不能一直按自己的意思去管着你。不过，你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。我们并不知道雨兔打算派他的小弟做什么。现在的情况是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。我会多加小心的，希儿。希儿，你没事吧？从刚刚开始，你就一直没说话，或者说自言自语。我没事，只是在考虑刚刚遭遇的敌人，他们并不简单。难道说，希儿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吗？居然是圣痕计划的主导者，而且捕梦的能力，以及被称为理形之种的仆从，听上去就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强敌啊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格外小心，毕竟敌暗我明。不过，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，还是让我们继续向灰蛇被目击到的地点前进吧。但优先事项不再是逮捕灰蛇，而是侦查情况。刚才发生的这些情况，也麻烦你在行进间向逆商的博士还有天命总部都做一下简单的汇报。明白。